我举个例子高雄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央公园哇，快被新富发包起来了呢那又要开新案他开新案一开出来，未看先猜50几60几会变成常态结果他旁边自己今年要交屋的预售屋，当初的价格是什么？当初的价格是30几，还不到40，好像36、37吧。到现在还有人在评转，任何人来看，我就觉得说哇，好厉害。我们疑惑就说，那他这样子的新案到底要怎么卖然后另一个看法就是说，那其实可以同个品牌建商，他只是推案的时间不一样。然后现在因为要交屋的人卡到，所以他要在那边转2022的价格。你现在买下去很难输啦，真的很难输啊。年轻人疯抢0到3年的预售屋，现在还能进场吗？买房前一定要看。先说结论根据2024年的联征中心统计，20岁到40岁的年轻人有 47.8%， 将近一半都要买0到3年的新房子，真的是非常的多。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高雄哪边夕阳很美，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年轻人都买新房子吗？好，那这是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年轻人买房近一半都选3年以下的新屋，然后预售或新成屋这样，10年前只有占30%那内容是这样，观察联征中心的数据，2015年20到40岁的年轻人会买的物件，屋龄15到30年的物件占比 31.3% 最高，屋龄0到3年占 30.3% 次之。那10年以后变成2024年20到40岁的年轻人会买的物件，屋龄是0到3年的新成屋，占比高达 47.3%那次高是屋龄30年以上的物件，那达到了 19.8%这样。表我放在这里，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暂停看一下那我们来聊一下，你觉得为什么这样？这几年明明大家都在喊房价越来越贵，但是买预售的人是越来越多原因也蛮简单，你应该也猜得到就是优付嘛优惠付款。因为建商的分阶段付款让年轻人觉得说买房子没有那么想象中的那么硬，这样更有机会上车。如果你有其他想法的话，欢迎底下留言讨论。所以你要知道屋龄多少的房子更不受青睐我们来讲说就是最不受欢迎的。那我们再看一次这张表，我带你用不同的视角来看。你看我画红框的地方屋龄在0到3年的房子，购买占比从2015年的 30.3%， 然后每年一直拉高到2024年变 47.8%， 接下来应该就会准备要破50了但是最右边的30年以上老屋，它趴数就很稳定了，一直都在18到21这样这有10年让它去走呢。所以答案很明显的就是屋龄在3到30年之间的房子不受年轻族群的青睐。3到30这 range 很宽那有实力一点的就是直接上，比方说超过30年的超大坪数不然的话就是他还是去卡预售这样。我看这张图我是欣慰的因为这个又再一次验证了我自己做了功课的判断是正确的，就是我们买20到25以上的中古屋在市场中还是很抢手的。以现在这个局面叫做就比预售差一点，这样很好最后你要知道你现在还该冲预售吗那最后我们就来讨论买房置产你去买预售屋这件事情现在还值不值得。再强调一下，我讲的是置产不是自住，自住就是你老婆喜欢就好那置产才会考虑计算这些投报率这样。那我们先看这个新闻，量缩 64%， 预售屋卖太惨，建商铺卖5成算难得，这就是现在预售的现况。现在应该只有市北科士林北投科学园区，就说 NVIDIA 辉达要入驻那边的预售会好卖，其他地方应该都还好因为央行打房加川普关税加台积电变美积电前景堪忧，什么有的没的，世界经济整体看坏，这不是只有台湾而已你看那些买美股美债的，是不是他们现在也都在回血的阶段那预售又是一个贩卖梦想的产品，很多人买预售也不是说什么他非新房子不住，而是看说大家都上车他自己也要然后就买了，然后看一看付款条件里头预售的最轻松，因为你中古你就是要头期款再加装潢就直接要下，那预售把它拆开来分期付款就这样，那很多都这样子
代销自己也是这样子去洗脑客人的。但现在整体经济长线经济在看坏的情况之下，本来这些钱就不会想要去预售房地产里头，所以你才会看到说新闻上讲，有些建案连50%都卖不掉，那就是想投资自产的人跑掉，跑去哪？也不是到中古屋市场他有实力跑来中古屋市场的话，他就不会当初就不会去预售。我个人认为应该是还是跑去股市然后现在大概也在被套牢中不然你要做什么？你要做美债吗？不然你要做黄金吗？这很奇怪啊。所以也有一种说法是说反正现在是持有现金先看戏比较重要，因为那个巴菲特现在就是现金满满，然后再研究这样反正我不建议你买预售现在这个情况如果你要自产的话，因为预售是房地产的火车头，真的房价要崩，它会先崩了，创高价就是预售在负责然后先停涨然后接下来如果下一期开案它比较低还是怎么样那就精彩了那如果你跟我一样都是趴在中古这边，就没有什么事，就我常常讲的那句话嘛，叫做天塌下来有预售顶着所以没关系中古还是看戏状态。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 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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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讲八卦，我也有在我的那个同事或是朋友吃饭问了一圈
我说真的，年轻人大概只愿意接受新房子我现在看起来就是这样，会愿意去买那个20年、30年中古屋的，就是先上车的那种年轻人稀有动物。绝大部分的那个年轻人都还是想要住新房子的。我听到的就是说它是什么什么抗震那地震的风险这样。OK， 好，很有道理。好，那怎么可能嘛？那个想当然就是他想要面子嘛，然后想要那个气派华美的公社那些东西因为同样以921以后才盖的中古也存在市场上，可是他不要，他就要去看那个预售。这东西是这样就是最没有实力的年轻人的这个阶段，我再强调一下，我不是在酸人骂人我只是观察到现象，把它拿出来讲而已最没有实力的年轻人却想要住条件最好、最贵的房子就变成这样。建商的行销真的是非常非常之成功，不然以像我们看中古屋买卖比较多的经验来看，那个预售的价格，那个你要我们怎么买得下去啊？那有可能啊，那到底是谁在买？一问也不是什么策略性的那个投资人，比方说，他就看好，然后他就一次包个3户屋，然后他全部都有办法交屋。好，这种东西我们就会称为就比较，这个就是自产投资专业的人在做的事情。没有啊，都是散户，年轻小夫妻买一户这样，有必要一定是新房子吗？他又不是说一个附近什么都没有，你只能去选新房，没有，他就是其实你附近中古屋也找得到，可是他就是要买那个新房子，为什么？讲不清楚的啦那你真的要讲他有什么抗地震或是什么样，但是我自己是认为说这个都是理由。年轻人在最没有经济实力的前提之下，他就想要住最贵的房子，条件最好的房子，这件事情是非常诡异的事情，应该要是按部就班。我认为比较合理的东西是说，预售的大坪数、高楼层、景观宅有嘛，很多嘛现在预售一些就方位比较好的它坪数会比较大。然后可能会做到4房留给应该要是退休族在买才对。他这样子努力一生，然后要退休了，买个高楼层有景观的大房子、新房子来住，在那边退休，应该是这样比较合理。为什么？因为他有实力啊，预售就是贵啊，他又大坪数啊，条件最好的房子去留给那个最有实力的人买。可是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现在看起来是房子只要新其他东西都房子小啊或什么的都可以被忽略。年轻人就是想住新房子。不知道这个就是没有体会过中古屋的好没有去对比过，不然他们一比到中古屋条件又很差，就让他们导致说觉得中古屋市场这样乌烟瘴气。其实没有啊，认真挑还是很多很优秀的中古屋的物件。那建商的行销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成功，就好像补习班就直接宣布说啊，人人来这里补习那你都能考上建中、考上北一女，这样就是会给人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然后再推出一个优付。你要不要看一下这样套了多少的人啊？然后这催生出另一个现象就是换约不换约禁止换约这件事情。现在市场都还找得到换约的，就是他在那个禁令宣布以前就购买的还可以换。那现在市场中因为经济不好或前景不明的关系，也有很多的朋友，你在591已经看得到平转、降转或什么的，他们在卖他们即将要交屋的预售屋或有的还要1-2年才会交屋，反正就是2023年7月以前的那些预售屋。你说这些东西可不可以买？我现在看起来是可以呢真的我买房阿元，我讲中古，我跟你讲这个预售平转可以接呢的原因是那个你取得的就是2023年以前的价格，那人家如果经济上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比方说没有被台股这样抬累的话，人家也是要交屋的有一个道理就是说任何人来买那间房子，他没有那个心思说好，那我就要放给他烂好，我就是到时候要交屋，我办不了贷款，我就是要去告建商没有人是抱这个心态去弄的大家都是想说就把它交屋下来，然后再看怎么弄。结果他买着买着，突然就宣布禁令了，然后突然就什么一路做到第7波信用管制，现在要交屋的预售可能是他的第3屋呢，那他就要自备多少？自备70%呢，所以他变成必须要下车，赔钱他也要下车，那赔给建商他不如赔给你嘛就是这样，便宜给你。那这种平转的物件我在高雄已经有看到好几个，哇，那个真的是2022、2023的价格我说真的，我看起来我觉得蛮香的这种东西在去年的那种火热的市场之下都不会看得到今年到处都是。所以如果真的想要接的话，这种东西是可以考虑的，那个就真的考虑不过这边要看建商的政策，有些人可以，有些人不可以这样
我是认为说这个道理非常的简单，无论你看好看坏未来房地产，但是你现在拿到的房子的价格是2022、2023年当时的价格，你的胜率已经就会高很多，你知道，而不是说你现在还去弄一个现在才开案的预售，那你现在才开案的预售会不会很恐怖？你是2025的价格哦，那2026、2027、2028会怎么样？真的不知道哦。但是如果你是2022的价格，说真的是蛮稳当的东西。我举个例子哦，高雄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央公园哦，哇，快被新富发包起来了呢哦，那又要开新案哦，他开新案一开出来，未看先猜哈，50几、60几会变成常态啊。结果他旁边自己今年要交屋的预售屋，当初的价格是什么？当初的价格是30几，还不到40，好像36、37吧。到现在还有人在评转，任何人来看，我就觉得说哇，好厉害。嘿，我们疑惑就说，那他这样子的新案到底要怎么卖哦？然后另一个看法就是说，那其实可以啊，同个品牌建商，他只是推案的时间不一样，然后现在因为要交屋的人卡到，所以他要在那边转2022的价格。嘿，你现在买下去很难输啦，真的很难输啊。即使是在今年交屋的预售，依然可以套用那个叫做天塌下来有预售顶着，你知道？现在的市况真是蛮特别的。我是认为说，总之就是这样。好，年轻人要去抢预售就去抢吧。就我所知，那个港湾1号院也是非常受年轻人的青睐，然后不受年轻人青睐的现在看起来是我这个流派，就是中古屋或者什么有的没的。但是事实上，我就认为我们中产阶级输不起的中产阶级，要对自己的财富负责啦。我们先求一个不输，败无可败，以后再说。所以我们都做那个天塌下有预售顶着旁边的中古。那现在又看到了，就是说旁边直接要推新案，会推到60几啊，结果现在有人在平转不到40，这也算是一种天塌下来有预售顶着的情况。参考看看，参考看看。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啊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吧？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泸州，他们店在泸州，泸州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啊、隔套啊、老公寓啊、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
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赖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